摩纳哥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国家，仅次于梵蒂冈。摩纳哥位于地中海北岸。摩纳哥国土三面被法国包围。考古发现，摩纳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先后有利古利亚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在摩纳哥居住。后来腓尼基人在此建立城堡。公元前6世纪，来自希腊弗吉斯地区的殖民者在此地建立了殖民地。根据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海格力斯曾经过此地。为了祭祀他，希腊人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神庙，命名为 Monoikos， 它的含义是独栋的房屋或神殿。这个名称后来逐渐转变成此处的地名。当地人宁静的生活在凯撒的扩张过程中被打破，最终这里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在之后的时间里，由于罗马帝国内部权力的割据，使得摩纳哥在多个统治集团下来回辗转。1215年，摩纳哥被意大利西北海岸崛起的热那亚共和国殖民。1297年，一个名叫格里马尔迪的热那亚银行家伪装成僧侣进入摩纳哥城堡，夺得了城堡的控制权，其后裔逐渐成为摩纳哥的封建首领。在意大利语中，摩纳哥就是僧侣的意思。进入14世纪后期，热那亚共和国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格里马尔迪家族意识到需要寻找新的靠山。当时的西班牙通过航海活动成为了欧洲的强国。在格里马尔迪家族的求助下，西班牙为摩纳哥提供了军队保护。除此之外，摩纳哥王子还接受法国国王路易13的册封，两个大国的眷顾，为摩纳哥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环境。而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法国大革命范围的持续扩大以及西班牙的衰落，摩纳哥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由于拿破仑的战败，1814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决定将摩纳哥划归给撒丁王国托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分崩离析的亚平宁半岛统一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860年，法国以支持意大利统一为条件，要求撒丁王国做出让步。最终，两国签署了都灵条约，法国由此重新获得了对摩纳哥的控制权。1年后，摩纳哥同法国签署协定，法国承认摩纳哥独立。与此同时，摩纳哥以获得400万法郎的代价，放弃对芒通、罗科布伦两大市镇的所有权。摩纳哥领土由此前的20平方千米缩小到1.98平方千米。同年，法国与摩纳哥建立关税同盟。当时，除了背靠阿尔卑斯山的余脉，面朝蔚蓝的地中海，摩纳哥公国经济发展可以倚仗的自然资源少得可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时任摩纳哥君主夏尔3世决定在摩纳哥老城开办赌场，以吸引各国的赌客们前来消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这项计划以失败告终。1862年，心有不甘的夏尔3世采纳了来自汉堡的破产赌场老板莫里斯·布朗的建议，在当时还是小市镇的蒙特卡洛建起一所简陋的赌博娱乐场所。1年后，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布朗的商人斥巨金买下蒙特卡洛50年的经营权。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布朗疯了。和他同样疯狂的还有夏尔3世，他果断地决定让赌场与豪华度假区成为公国的首都，还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蒙特卡洛。该词原意为夏尔山。1864年1月14日，由设计师杜鲁特以巴黎卡普西大街的巴黎大饭店为参照设计的摩纳哥饭店完工。饭店奠基人弗朗索瓦·布朗亲自为其命名为巴黎大饭店。仅2个月后，这家饭店就成为摩纳哥的高端社交场所。1878年，由法国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的蒙特卡洛赌城建成。此后30年里，摩纳哥的人口猛增了10倍，达到1.5万人。博彩业的兴盛不仅给摩纳哥带来滚滚财源，还带动旅游、银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1911年，由于摩纳哥大公国王阿尔伯特一世没有儿子，在此情况下，继承权将自动旁落到他的外甥身上，而他的外甥却是德国的公爵。1911年，在法国的支持下，摩纳哥大公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使他的女儿获得了继承权。1918年，阿尔贝一世与法国缔结了保护协议，条约规定摩纳哥的政策应该按照法国的利益进行调整。1年后，摩纳哥同法国签订了补充条款，
规定一旦摩纳哥元首逝世而没有男性后裔，摩纳哥将并入法国。新条约签订后，由于民间交流活动频繁，摩纳哥足球俱乐部成为了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唯一非法国本土的足球队。由于国力甚微，一战期间摩纳哥选择了中立。除此之外，摩纳哥还把自己的外交及国防事务交给法国处理。与法国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后，摩纳哥依托其区位和政策优势，很快便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优越的气候及地理条件吸引了很多法国乃至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除旅游业外，摩纳哥还是世界拉力锦标赛一级方程式的重要举办地。真正让摩纳哥进入大众视野的是兰尼埃三世与好莱坞影后格蕾丝·凯利的结合。兰尼埃三世亲王刚刚主政不久，就传出与欧洲一位女星的婚约，不过女影星体检时发现不能生育，兰尼埃只能忍痛分手。但谁料天意弄人，这位女星与他人结婚后生育了后代。亲王闻讯后痛苦不已，幸运的是，好莱坞影后格蕾丝·凯利的出现抚平了亲王内心的疮痕。1955年4月19日，两人在摩纳哥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当时未受邀请，专门为采访婚礼而来的各国记者就多达1500多人。明星出身的新王后让摩纳哥从此成了欧洲人关注的热点。正是在兰尼埃三世时期，摩纳哥通过填海造地，使领土扩大了20%，浮动的防浪堤使其港口吞吐量增加了1/3，豪华邮轮得以停靠码头。而地下的空间则被开辟出来，停放法拉利等名贵跑车。半个多世纪以来，兰尼埃三世亲手建设了现代化的摩纳哥，他的子民亲切地称他为建设亲王。2005年，兰尼埃三世因病离世，这被称为是欧洲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后，他的儿子阿尔贝继位，经过多次诚恳的交涉，法国方面终于同意取消1918年签订的关于无合法男性继承人则两国合并的条款，并强化了格里马尔迪血统对摩纳哥统治的唯一性。由于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摩纳哥成为全世界富豪向往之地。